未来的2年，就是2026年和2027年的 Holland America， 我个人认为比较经典的航线，最完美的阿拉斯加的标准航线，一天只允许2条大型豪华邮轮进入，举世闻名非常 popular 的邮轮航线上，江湖地位太重要了。而现在新加入的船，无论他在别的海域，这家邮轮公司再有钱，在别的海域再牛逼，他到了阿拉斯加，他没有进入 Glacier Bay National Park 的入场券，他没有资格可以进去，就这么简单。很重要的原因，我推荐大家，当然前提是有时间的人士啊，真划算。为什么呢？等一下讲。在今天的内容开始之前，已有想花不到1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已有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的服务。如果对于行程和邮轮的选择、价格了、季节了、风险呢，还有哪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，还是一头雾水的话，不妨考虑一下与已有预约一次1对1的咨询时间。我将根据您的需求和您家人的情况，提供个性化的邮轮旅行建议，让你的旅程更加顺利和愉快之余，不花冤枉钱，不浪费冤枉时间。已有没有任何的邮轮船票销售压力，所以曾经看破不说破的那些重要信息，都将倾囊相授。写 email 给我就是那么的简单，聘请已有成为你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，你的旅行路上不迷路。经典啊，老牌啊，有历史啊。刚刚我们说了很多它的好话，同时也说了很多不合适的话。那它航线到底怎么样呢？2026年和2027年，目前为止，和美邮轮公司已经公布的第一个要提的就是阿拉斯加邮轮航线 Holland America， 它拥有最完美的阿拉斯加的标准航线。接下来会专门做一个阿拉斯加2027年的邮轮大总结，大包围总结。标准航线我心目当中排在最前面的深入冰川航线嘛，就是 EO 一直在讲的深入去安克雷奇去 Anchorage 的那一个航线。好，那深入航线如果大家有过那么一丢丢小研究的话，都会知道它是有分北向和南向哈。往北开的呢，就是从温哥华出发向北去安克雷奇的。好，向南开的就是所谓的 southbound 呢，就是从安克雷奇出发，然后往南边走到温哥华的。那每一张图哈，大图小图，它都是走8天7晚。好，那为什么会有14万出现呢？因为有建议好多人一口气买2转，南北2项我都要，一口气把所有该看的冰川，我这一辈子的阿拉斯加，在一个航线里面弄掉它。这一辈子我不会再想这个地方了。好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我推荐大家，当然前提是有时间的人士啊，真划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走这个航线真正困难的，除了一会儿我要讲到的冰川以外，还有一个很困难的部分，就是这张安克雷奇的机票。因为现在特别是2026年开始啊，派往安克雷奇的大船，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那些坐了好几千人的大船啊，3000多4000多5000多的越来越多了。所以这么多的人都在跟你抢安克雷奇的这张飞机票，造成邮轮公司这张船票都不敢开高价，因为他知道你这张飞机票要买好贵的价钱。好，甚至最后是买不到收场。你一开始像EO的推荐，直接把14天的买了，那是不是你就避开那张飞机票，你不要跟人抢，并且你还能够中计？这个中计是好的中计，就是邮轮公司故意把这个航线的船价压得比较低，那你来回2转就可以买到比较好的价钱。但是来回2转定14天，怎么个定法是有 trick 的。如果你真的有心有意要这么玩的人，又负责教你怎么样的 trick 哈。如果着急想要知道的人，因为你可能正在抢明年的一些船票了，已经对不对？如果你着急的话，可以欢迎来跟EO约时间咨询。如果你不着急的话呢，等到EO到时候把2027年的那个航线的视频做出来的时候，然后咱们到时候再一块揭晓。那走这个航线在2026年和2027年呢 Holland America 派去的是 Westerdam 2003年的船，还有 New Amsterdam 2018年的船和 New Amsterdam 2010年的船。这买2转你会看到它停靠的港口都是一样的，唯独不一样是它会进入的冰川。由北向南线的，除了它一定会停 Glacier Bay National Park 以外，还去了 Harbour Glacier 哈勃冰川。从
南向北线走的时候呢，它停靠的除了 Glacier Bay National Park 以外，还有那个 Cottage Fort 学院峡湾冰川。那学院峡湾冰川现在越来越少的船走了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？因为它有很多条冰川是用美国著名的藤校大学的名称来，比如说哈佛冰川之类的，就用这些大学的名称来命名的，算是目前为止是越来越罕有的冰川航线了。所以在这个航线当中，虽然靠岸是一样的，但是冰川你是可以真的看够了哈。好，看下一个标准的温哥华往返的航线。那温哥华往返的航线在2026年和2027年呢 ，Holland America 派去的是 Collins Dam 和 Zaandam 啊。那一条是16年的，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老婆小哈，EO 的老朋友2000年造的 Zaandam。如果你要订 Zaandam 的阳台房的话，那你就要现在马上去抢27年的吧。我觉得26年已经没戏了哈。来，再看看下面一个，那就是西雅图往返，它是会派去 Eurodam 和 Nordam 这2条船，08和06年这2条。这些航线当中，又想要讲一下这个小红箭头的部分了，是 Glacier Bay National Park。好，今时今日能够停到，就或者是能够进入到国家冰川公园，就是 Glacier Bay National Park 的船是不是非常的少？其实并不是船少，航线只有这一些，船越来越多，其实是这么一个概念。你会觉得好像变少了。Glacier Bay National Park 季节打开能够开放给邮轮进入那一天开始，到季节结束关闭不让邮轮再进去那一刻，一天只允许2条大型豪华邮轮进入，而这一天2趟进入是要先给这个航线上有参与过阿拉斯加邮轮基础建设的工程，一个是历史最悠久，历史上最早参与开发阿拉斯加邮轮航线的 Holland America， 就今天的主题，还有一个大家猜到了，公主邮轮。所以你来问我说阿拉斯加我要选哪个邮轮公司好？当然我先确定你的旅行目的，我先会问你是为了看冰川呢，还是为了搭一下邮轮坐船玩？如果你说我要看冰川，这冰川好重要，我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看冰川，去阿拉斯加。好，那我肯定就推荐你，不是公主邮轮就是 Holland America。其实就是刚刚的那一些问题，你是更适合搭 Holland America 的船，还是更适合搭公主邮轮的船？来，最后推荐哪一个船期，哪一条船给你？举世闻名非常 popular 的邮轮航线上，江湖地位太重要了。而现在新加入的船，无论它在别的海域，这家邮轮公司再有钱，在别的海域再牛逼，它到了阿拉斯加，它没有进入 Glacier Bay National Park 的入场券，它没有资格可以进去，就这么简单。刚刚也有讲了，深入阿拉斯加航线，哪怕你看2遍 Glacier National Park， 哎呀，这都值啊，对不对？一个字值。Holland America 还有很多26年也好27年也好，有的特殊航线。那如果你是曾经去过阿拉斯加，可能当时也没怎么玩爽，那现在还想再去，想要 join 一下这些特殊的航线，通常这特殊航线都没有重复性的，很多1年就只有走1趟，你可以来跟EO单独约时间来咨询阿拉斯加的特殊航线。好，阿拉斯加就说到这里咯，祝大家开开心心出门，平平安安回家。